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我现在在天津的蓟州区。来到蓟州啊，一定要上一个山，哪个山呢？就是盘山啊，非常的有名啊。我一会儿就要去啊，但是在去之前，我得補充點營養啊，不是啊，補充點體力啊，咱得吃點美食。來到蓟州有一個美食大名鼎鼎，一定要吃，就是千層肉餅。這個賣千層肉餅的店有很多很多。今兒我來這個店有意思啊，你看，這是一個鄉間的小路。在這個小路的旁邊，哎，有一家飯館，這一看就是本地人愛來的館子啊。哦，在這做肉餅都聞見香味兒了。裝一下。我聽說你們家是有30年的老店，30年的老店。對對，哎96年。我看這個網上有很多網友說，你們家是這個蓟州啊最早的這個鼻祖做肉餅的，是不是？對，蓟縣這附近就我這一份兒。啊，剛開始就你這一份。就我這一份兒。好家伙，那就等於說這個肉餅的這個現在這個市場，你做最早，你對我們開發。找到鼻祖了。為啥找到鼻祖？來看這兒。你別看這個店，你看起來其貌不揚的這個農村小店，人家是中華老字號。好家伙，這個啥時候？這是好幾年了。好幾年了。好幾年了。這店有意思啊，點菜要麼就看這個菜單，要麼就看這兒點。這是野菜。哦，這是野菜。您剛才說這個小官都是自己種的？啊，這北邊停車場這一圈都是。啊，就那個停車場。哎，對，咱你轉圈找着。自己種的食材有意思。沒有樣。哦，這個是什麼呀？這是自己攤的糊餅。哦，這也是這兒炒食。啊，炒糊餅。哎，蓟縣特色。這還有鐵鍋燉啊，鐵鍋燉魚、燉肉、燉排骨、燉雞。燉吊子。好家伙。這是燉吊子。這是燉吊子。對，就是那個。大啊，豬下水是吧？北京叫那個炒蛤蟆。啊，吊子就是下水。對。啊，哎，這個腸是你們家自己做的？自己做的是吧？行，給我來個這個腸。豬蹄兒還有沒有？豬蹄有。啊，來個腸加豬蹄兒。啊，一個豬蹄兒跟着腸是吧？哎，對。還有那個。這都是吊子，我這吊子沒有。還有特色的。這個吊子特色。對。還能給我這是砂鍋的是吧？對。還能給我來個這個。這個小白豆腐。來個這個就行，然後再來個豬肉的。我有寫單子嘛啊。豬肉餅。來，我寫單子。給，寫單子。
太丰盛了。你进来这个环境，一看就是乡间小路边的这个饭馆啊，这里头啊全都是当地人。哎呀，你看这糊都包了浆了，虽然这糊包了浆了，但是你看这个菜啊，一看就是地道。这个是猪肉的肉饼，然后这个呢是他家的自制的猪蹄儿，还有这个灌肠、香肠，还有炖鱼炖的胖头鱼。这个是蓟县特色炒糊饼，然后这个呢是砂锅炖吊子。是香椿苗，然后拌的豆丝儿，还有一个玉米粥啊，大碴子粥，这个是赠送的，还配了一个小菜儿，喝粥吃饼，小甜菜啊，喝粥吃饼。哎呀，我感觉啊，这趟这个天津之旅啊，走到哪个菜馆啊，都是吃不完兜着走系列，这菜量真的太大了，这一个凉菜你看这么多的量。好家伙，吃完马上那个带走啊！我就说都带走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这个当地人，我也以为他饭量大，其實我觀察了一下，人家這個打包就是一個習慣，而且還是一個很好的習慣。當地人也吃不了，他不是飯量大，那他這個流行啊，就是打包回去吃第二頓，所有的菜館都是這樣的。趁熱先吃這個饞人的肉餅，你聽這個聲音，這皮兒啊全是酥的，油炸的。最關鍵的是啊，你別看皮兒，你看裡頭這個餡兒，哇，這一層一層的，這個就太誇張了，這麼多層，這每一層裡頭都捲着肉。它為了讓這個皮兒酥酥脆脆的，底下還是篦子，是透氣的，這一口下去還不要了親命。太香了，豬肉蔥花，滿滿的一股醬香味兒。一般這個蓟縣的肉餅啊，講究的是3皮2餡啊，是看着吃着都有面兒。但人家這個是更有面了，是倍兒有面。為啥？因為它這個我看啊，這個層數更多。關鍵是你看這麼厚，它咋弄熟的？這個火候掌握太有技巧了。哎，這嘴都放不進去，我跟你說。我就這麼說，你就裡頭少上這麼1層2層的，你吃起來都感覺肉多。你別說還在裡頭夾着呢，哎呀，好吃。吃這塊兒，你看腳尖上這個肉都炸得酥酥的了。我來到蓟縣啊，我來到蓟州啊，現在不能說人家蓟縣蓟州，我來到蓟州，我也吃過其他家的這個肉餅啊。其他這個肉餅有的是外表很酥，這看着也很棒，但是啊，它這個肉餡欠點意思，人家主要這個肉餡好，非常的香。哎呀，還有一個就它裡頭這個肉啊，它是剁出來的，感覺不是絞的，因為它裡頭這個塊比較大，吃起來有顆粒感。有顆粒感啊，一下子這個肉就香了，而且肥瘦比例也正合適。好吃。這老闆說，當地人啊，得就着蒜吃。最正宗的吃法是怎麼吃啊？就是這樣子，把它掀開，然後給裡頭倒點醋，再給它關上。一口餅一口蒜，給個神仙都不換。哇，它這個醋也很棒，這也是當地有名的醋。加了醋配上蒜就是另外一種感覺，解膩，好吃好吃。哎，太過癮了。雖然好吃啊，吃2片的有點上頭，趕緊喝點這個玉米粥，濃濃的玉米粥，配點小鹹菜。這個菜很有特色，這猛一看呢像豆苗，其實啊它是香椿苗，有股這種香椿味兒。這一個苗啊，本來它就是一棵樹啊，這一筷子下去得多少棵樹？這個就發苗啊，很有意思，就跟種貓草似的，撒在一個小盒裡頭，啵啵啵啵就長上來，然後一剪就來拌菜吃。哇，很神奇啊！吃這個口感啊，特別的脆，比豆苗都脆。然後呢，它還有香椿味兒，最主要是人家這個豆絲好，這個豆皮兒裡邊是鹹鹹的。
有点这种卤料的味道。这个豆皮儿真的好吃，这可不是咱一般在超市里买的豆皮儿，只有在这一带，你包括山东啊，或者是京津冀，可能都有这种吃法，它里都是加了盐，应该还有什么调料这些东西，是咸口的，吃起来满满的豆香味。很好吃。这个菜啊，你来到蓟县，所有的菜馆都有。还有一个菜啊，蓟县的所有菜馆都有，就是这个炒糊饼，感觉啊像是锅巴，看着其貌不扬的，尝尝味道如何？它上面有点椒盐味儿，主要吃这个脆的口感。感觉有点像这个农村红白喜事上一道菜，就是炸虾片儿。炖吊子，砂锅炖吊子，哇，这个菜太有食欲了。这个吊子是啥呢？其实就是猪下水，什么大肠、小肠啊，什么心肝肺啊这些东西。但是啊，在以前的时候，它不指的是这个猪下水，因为在以前古代的时候，吊子它是一个容器，就由这个容器来炖这些东西，然后久而久之呢，流传下来啊，人家就说啊，这就叫吊子了，把这个猪下水就叫吊子了，就这么來的啊。你看这个菜啊，这是醬香濃郁的，這有點像魯菜啊。這個菜就是滿族菜和魯菜一個結合。來這塊，這個腸滴着湯汁太棒了。一口下去有點啥老北京滷煮那個感覺。其實這個菜它就是一個北京菜，但是啊，在這一帶都吃，這京津冀的這個口味都差不多。好吃好吃。突然想到這個湯汁這麼棒。拿這個往裡一泡，這是不是有點滷煮的感覺了？哎呀，棒棒棒！看這個汁兒，我跟你說，就這個汁兒啊，這泡米飯絕對是一絕，下3碗就少說着。再嘗這個燉魚，這個菜啊，本來我沒想點，老闆立現的說啊，這個可好吃了。老闆就說來到蓟縣啊，一定要吃的就這倆，一個肉餅，一個燉魚。這燉魚啊，也是很多菜館都有。這老闆專門給了一塊這魚籽兒，嘗嘗這個魚籽兒。這個魚鮮啊，特別鮮，胖頭魚。關鍵是這個汁兒太棒了，這個魚湯。哇，這個菜有點像那種東北的那種鐵鍋燉魚，哇，黏黏的這個汁兒，有塊饅頭啊，那個汁兒裡一泡，啪一吃，哇，要的拼命了。再嘗嘗這個啊，這個菜可不簡單。為啥說不簡單呢？你看他家啊，主打產品是這個肉餅，對吧？錯了，人家最早的時候是賣這種醬貨的。自己灌的這個腸，後來才有這個肉餅。你就看這個手掰的，人家不給你拿刀切，盡顯地道啊。香。這怎麼每個菜都對我的口味啊？裡邊是蔥花，然後肉馅的，還有一些澱粉，吃起來綿綿的，不是純肉的。你看這個橫截面能看出來啊。它這個口感是粉感加肉感合為一體的這種。最後再嘗這個豬蹄啊，這個豬蹄啊也是緊俏產品啊，這動不動就賣沒了。你看我剛一來我就問他這豬蹄還有沒，人家說有。這種滷味啊好不好吃，全看這個老湯，這一吃進去啊就有股後味。你在底下吃飯，你就感覺啊，這就是一個農村菜館或者農村大席。但是你一抬頭，哎呀，你看多少個天使看着你吃飯，這就來到了凡爾賽宮。咱也凡爾賽一把。中國盤山，這京東第一山啊，
這個山啊，在古代的時候稱盤龍山，为啥？就因为它这個山勢啊，這個造型跟一個龍一樣盤在這裡。這盤山啊，不僅在冀州有名，也屬於天津和北京的後花園。那周六周天啊，很多人啊驅車來到這裡啊，爬一爬山。這個山為啥出名呢？就因為有一個人來這兒來的比較多，他特別喜歡這兒。這個人誰呢？就是乾隆老爺子。這一生啊來了32次，最多啊一年來了3回。好家伙，最後80多歲了，當了太上皇，還來過一回呢。他來這兒就說了一句話，讓這個盤山是名聲鵲起。他是這麼說的：早知有盤山，何必去三亞？啊，何必下江南？啊，這比江南還好。咱看一看啊，一張票78，上山。這一進來先找索道。有朋友就問了啊，這你又不爬山，你坐索道，你這吃這麼多幹啥？補充啥營養？我不得吃飽了上來啊！你上去就餓着肚子，你喝方便面都沒你的地兒，我跟你說，還貴。這坐索道也得走一會兒，你看，真是應該補充營養啊！這是第一段索道，它這個索道還分2段，煩人，上去還得再買個票再坐一段。一人60啊，上来嘍！哎呀，棒棒棒！爬山我就愛坐索道。哦，好棒呀，好似雲中雀。要不說還得是坐索道，呼一下、呲一下、聞一下就上來了。哎呦，前面還挺長。這還有一個塔，蠻好看的金塔。這第一段就結束了啊。看这儿，雲松索道，直奔索道。哎，不是，直奔索道之前啊，咱還要看看這些，你不能光坐索道了，是吧？咱這第一節索道上來啊，是到了這個山的中間。它這個山啊分為3層，哪3層呢？是上盤、中盤還有下盤。這3層啊就3個景。這個上盤呢就是看松樹，看這有松林啊。然後中盤看啥？就看這個石頭，特別的漂亮，這奇石。下盤看啥呢？就看這個農家樂。哎，不是。啊，就看這個瀑布啊，人家有瀑布，有小溪，有溪流。啊，看這些大石頭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哇，這麼大！中盤看石，果然是啊。上山的游客，歡迎您乘坐雲松索道28分鐘直達主峰掛月峰，現在的位置萬松寺1/3的路程。又是60一張，掃碼進陣。請進2張。本來想做這個，人家工作人員不讓做，因為這沒座兒，這可能是檢修用的，窗戶都沒有。這個上的方式很奇怪。一邊上一個，這個太原始了，但是我喜歡這種刺激的感覺啊。這個小，哎呀，有意思有意思，像個小包廂一樣。這一回只能坐2個人，這為啥他要修這第2段呢？其實本來只有1段，那後來呢，這個乾隆爺啊上來嫌累費勁，說再給我修一半吧。看那個纜車有多長，哇！這麼長，然後最後到那個頂上，頂上還有個塔。為啥啊？乾隆爺來這兒來這麼多回，這沒啥意思。不是，你看來這兒就是不能坐纜車。我是因為這個到下午這會兒了，
人家一會兒马上就關門了，所以我就坐个缆车，赶紧快速的看一下。实际上你应该早上就慢慢的爬山，人家乾隆是爬上来的是吧？爬山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很好的風景。你這麼看啊，就是說實話是有點無聊，但是它這個纜車非常的慢，你可以仔細的看，仔細看這些植被啊，順便可以思考一下人生。思考啥呢？就是這2段纜車為啥這賣60，挺貴的。哎，我去，這坐了一半還停了。剛才這大喇叭喊說：“您不要驚慌，啊，這是停一會兒，然後接着就運行。你都停了，這是半山腰上，我能不驚慌嗎？這嚇死了。這本身啊，我就感覺每次坐纜車的時候，我就想啊，它這個纜車，你看這是繩，就粘了那麼一丁點兒，這個結構看着就嚇人。你看，就粘一丁點兒，好，這就走了。剛才我專門問這工作人員，我說大哥，你看這纜車為啥就粘了這麼一丁點兒，它能穩嗎？這種結構，人大哥就說啊，本來我們可以做的結實一點，但是這樣子感覺更刺激。開玩笑，人家這是有科學理論的。你別看粘這麼一丁點，這老穩了。你看，就粘那麼一丁點，這嚇人啊！這上來了，上來啊！看那凌霄勝境，哇，站在這兒一覽眾山小。哎呀，這上來速度啊，這坐索道到底是快啊！我比乾隆快，你不管我咋上來的，我就是比乾隆快，是吧？乾隆這麼厲害，他用過手機嗎？是不是？他來這是太監駕着來的，我是自駕來的，還跟我比啊？我跟你說，來這兒還是要吃了飯來。上面這涼皮我聽挺貴啊，這可愛多賣15塊錢。雪糕、飲料、礦泉水、黑椰汁、士力架、瓜子、餅乾、薯片、烤香腸，還有孩子喜歡的大漢堡、爬山用品、登山杖、登山鞋、兒童玩具、開心帶回家。你以為這就完了？這還得下呢，這下去2趟，這每一趟得60，這價格，這乾隆來這都得罵街，姐你。我现在來到這個地方是黃崖關長城。這個黃崖關為啥要叫這個名字呢？就是因為啊，這兒有很多崖壁，它上面這個石頭啊，它裡頭含有鐵的成分。這個陽光有時候一照這個角度啊，它就閃金光啊，所以叫黃崖關。然後呢，這兒有一個美景叫黃崖夕照，也是金門10景之一。咱就不管那個黃崖夕照好不好看，你就一回頭，你看這萬里長城，哇，雄偉壯闊，太漂亮了。那來到濟州啊，可以爬一下這個黃崖關長城。哇，你看這個台階啊，這麼高，特別的陡。哎呀，走上來就是為了看這個碑啊！不到長城非好漢，不到長城非好漢。你看這個長城，它設計就非常合理，叫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。比如說我現在拿了個弓箭，是吧？啪啪啪在這射，哎，我站着射，我站着射射累了，我還能蹲着射。哎，我蹲着射射累了，我再站着射，你看。哎，他還打不到我是吧？我射一射，来，打不到我，哎，我躲起來了，哎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。你看，設計的相當合理，好東西。
這個黄崖關長城啊，它始建於是北齐時期，但那個時候規模沒有這麼大。咱現在看到這麼大的規模和這個整體結構是戚继光修的，就我身後這個塑像是戚继光。那戚继光在明代的時候在這兒當总兵當了16年，然後他就确定了现在啊这个长城的这個樣子啊，這個結構。然後但是啊，咱現在看到這個長城啊，也不是他那個時候的了，是就上世紀這個80年代初的時候重新修復的。為啥要重新修復呢？就是因為啊，這麼多年下來，不僅是這個人為的破壞啊，還有就是自然的損毀，它是成了殘垣斷壁了啊。所以說這80年代初就在社會上集資，然後天津市啊舉行了一個活動，叫啥呢？叫愛我中華，修我長城。那為啥要在民間集資呢？大家想一下這個時間點啊，就80年代初，那時候是百廢待興，那各行各業都需要錢去建設。所以說你說這修長城啊，它沒有就立馬這個產生經濟效益的這個項目，它肯定是就往後排了啊，不可能給他撥款，給他撥錢，就大家老百姓啊就集資掏錢，這時候就有那小學生，你看吧，在小學生在這個學校裡頭組織這個活動，把自己的零花錢是吧，把那小豬豬那存錢罐啪一砸，哗啦哗啦那硬幣啊交到學校去。還有就是這單位上班的是吧，都捐錢啊，各行各業吧，還有什麼說相聲的、說評書的、什麼說快板的，然後呢唱京劇的這些藝術家也都捐錢，包括是很多海外華僑也都捐款，後來集資了1000多萬啊，就修了現在咱們看見的這個長城的樣子。哎呀，你看這個坡度，這感覺都快垂直90度了，就50度是有了。這上的是腿發軟啊。你別說修這個長城抵禦外敵，你就讓外敵啊在這溜一溜，他都腿軟。站到這個長城上一回頭，這個高度啊真的是一覽眾山小。你就看這個高度，你就想到在明代的時候修這個長城是多麼的費勁，多麼的不容易，真的是為了修長城埋了屍骨萬千。為啥要這麼說？你看那有很多敵樓，這些敵樓裡頭，其中有一座叫做金國樓。這以前的時候不叫金國樓，叫寡婦樓。那為啥要叫這個名字呢？就是因為啊，當年戚繼光從河南，然後徵了很多人士來到這裡啊修長城，然後大部分啊，也不能說大部分啊，就很多就死在了這裡，就沒有回去。然後呢，12個這女人來到了這裡尋夫啊，這就是12個寡婦到了這兒發現啊自己的丈夫就已經沒了啊，修長城都死了。然後他們本應該領上一筆這個撫恤金，就回河南老家了。但是啊，這些人都沒要這筆錢啊，就把這筆錢捐了出去。為啥捐呢？他們就覺得，哎，我的丈夫為了修長城這個偉大的事業啊，然後死在了這兒啊，我也不要這個錢了啊，就捐了。捐了之後就修了其中一座敵樓，這個敵樓啊就叫寡婦樓。那後來這寡婦樓聽着這不好聽啊，就換成了金國樓這個名字。進來看一看，這裡頭四通八達，主要是防禦作用。你看這兒，在這兒還是射箭。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小林東塔，這是東塔村啊，冀州區的東塔村。這個村子厲害了啊，是吃驢肉的一個村。那村子裡頭啊，大大小小有很多家這個賣驢肉的驢肉館而且這兒啊，就是把驢肉做成這個餡兒比較多，比如說驢肉餃子、驢肉蒸餃啊、驢肉煎餃、什麼驢肉包子啊、驢肉鍋貼、驢肉肉餅等等等等。咱找一家老店去嘗一嘗。這個村子啊，一進來就有很多的驢元素。你看這牆上印了多少驢？這個店就在那兒。這個店最有意思的啥？這就是那個店，然後這兒呢就是玉米地。好家伙，真是進村了！這麼高的玉米，哎，這比我都高。好家伙！哎，打着蟲。餐廳請直行。看这个後院，後院這麼多小貓。啊，2個人。我來一個那個驢肉拼盤。哎。驢肉拼盤咋拼呢？我可以點嗎？不，都是肉、腸子，是肝。啊，板腸有吧？有。啊，板肠、腸子、肉，行行好。来个驢肉拼盤，来个驢肉拼盘。这来有個驢血湯是吧？有醋椒驢血湯。
啊，驴血羹，对，要啊，来个驴血羹，然后再来那个包子，包子2个人能来半吗？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半笼包子，然后那个煎饺有吧？有，煎饺整个要1屉，要不要半屉？能要半屉不？不要，那就要1屉。好，再来个那个驴排骨是吧？啊，要小份儿。啊，小份驴排骨。几个菜了？1、2、3、4、5个菜，行。来，菜上齐，尝一尝全驴宴。哎呀，好家伙，这量也不小啊！但是这个价位我跟你说不便宜，毕竟是驴肉。这份呢是280，驴肉拼盘80，这个是煎饺，这个是包子，都是70一斤。这么多这个大餐啊，500块，好家伙，和中午那顿比啊，能顶2頓半。但是啊，人家这个驴肉就是这个价。先吃热乎的啊，刚出锅的热包子，哎呀，直接上手啊！哇，还冒着热气，看看，应该啊，里头是个肉丸。哇，你看这个汤，酱香驴肉一个肉丸，香。这个包子啊，确實不錯。你看這個湯，哇，太棒了，鹹鹹可口，而且這個個頭啊也挺大的。一定要就蒜。这上完这包子就给你一个蒜。吃了这包子，我感觉这狗不理都算便宜的，这和狗不理是一個價，但是人家這個頭大，一個頂狗不理2，而且這是驴肉是吧？這驴肉本身價格也高。哎呀，蒜一吃，再這麼一吃，哇，太爽了！再嘗這個煎餃，給它翻過來看一看啊，這其實就是餃子，大餃子。他這兒呢管這個叫鍋貼兒。一口下去必須有湯汁兒，還有裡頭這個肉，這個湯。不錯，怪不得我們當地人愛吃這個帶餡兒的，人家做的確實到位。這還有個蘸汁兒啊，是個蒜汁兒。這個本來是蘸驢肉的，也能蘸餃子。280的大驢排，哎呀，這又是吃不了兜着走的系列。這來到這兒，那吃飯都怕，我跟你說，就我這飯量都怕。能看出來它滷得非常的爛乎，很入味兒。它這個驢肉啊，是這種紋理，一絲一絲，全是這瘦肉紅肉。看，咬起來非常有質感，但是呢，它不柴，就燉的特別爛。這個驢肉你別看都是紅肉啊，它其實是性涼的，安心益氣，是補的。雖然貴啊，但是確實味道沒得說。哎呀，這才吃肉的感覺。滾點這個蒜汁兒，來這個直接脫骨，過癮。再來嘗這個拼盤，哇，這個驢板腸，最愛的這個驢板腸，吃驢肉最喜歡吃這個。這個板腸味道非常的鹹，然後呢是就肥肥的、油油的，而且吃起來是糯糯的口感，好吃好吃。看這個驢肉，有肥的，有瘦的，還有皮。再來個筋兒啊！哇，這個筋兒棒！這就是個下酒菜啊！這驢肉一吃完啊，太上頭了。你趕緊喝點這個驢血羹，這是個酸辣口味的，有點像酸辣湯，當地叫醋椒湯，裡邊還有這驢血。這個驢血呢是潤腸道排毒的，來點這個血，還有這飛的雞蛋，看這。